到达了东北，如果说有个地方我们一定不能错过，那必然是中国和朝鲜边境的长白山。长白山脉是亚欧大陆东边最高山脉，也是中国东北地区最高山脉。在冬季时，这里的温度达到-40度。但是令我们向往的却是长白山的美景，以及长白山主峰附近的长白山天池。每个去过长白山的人都说，长白山的景色宛如仙境。这种梦幻的景色以及长白山偏远的地理位置，被它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乘着长白山，一年四季都景色极美，每个季节有每个季节的特色。但是最具仙气的长白山一定出现在冬天。我们就在天寒地冻时来到了这座神秘的仙山。冬日来长白山旅行，最大的考验就是气温。刚到长白山脚下，就能感受到那股寒意。长白山分为东西南北4个坡，东坡在朝鲜境内，西坡、北坡、南坡则属于中国。最早开发旅游的就是北坡，我们这次就选择从北坡登顶长白山。山顶的长白山天池是中国最难看到的自然景观之一，一年365天中只有1/4的时间能看到天池，剩下的时间因为天池附近气候多变，景区甚至都不会开放。所以能够在来的当天看到长白山天池，真的是幸运中的幸运。冬日里的天池宛如一个巨大的冰镜，天池周围的16座形态各异的奇峰也都披上了白色的外衣。这个巨大的火山口在冬日里展现出它银装素裹的一面，它美的是那么冷艳，让人无法靠近。我们去的时候，天池附近的温度是-30度，但是山顶风奇大无比。司机给我们介绍，在山顶的狂风中，体感温度会再降20度，接近-50度。在这样的极端天气中，机器和人都遭受到了极寒的挑战。我们的相机、麦克风多次死机，最后甚至被冻得没电，双手双脚都冻得僵硬，脸上宛如刀割一般。结束了天池的旅行，下山后还有冰瀑、小天池等景观。在路途中，我们看到了长白山仙气飘飘的一面。因为长白山天池本就是一座活火山，天池附近到处都是温泉水。在冰封的世界中，一条条冒着热气的河流点缀着这白色的世界，让这里的景色宛如仙宫。可以说，长白山是我冬日见过最美的景色。下面就跟着文涛和狒狒开始这极寒温度下的冰雪长白山之旅。我们现在已经快要到长白山的景区了，从敦化市开车过来大概150公里，需要2个小时左右。其实这一条路上啊，沿途的风光特别美，但是我睡着了，因为今天早上起得太早了。东北这边下午4点多天就黑了，那如果早上睡懒觉的话，一天没怎么玩就结束了。所以我们今天早上6点就起床，7点就出门了。结果就导致我在车上特别困，我就睡了一觉。这一睡一觉不要紧啊，睡醒之后我发现我好像有点感冒了，因为车里实在是太冷了。车里的水大家看，这个水已经在车里开暖风2个多小时了，还是硬的，完全是冻着的。哎呀，今天真是还没到景区玩，我感觉睡醒就感冒了。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说过长白山哈，长白山是我们中国东北非常有名的一个地理概念。那狭义上的长白山呢，主要指的是东北这一片海拔在1800米以上的那个锥形的火山体。但是广义上的长白山泛指中国东北东部这一片的长白山脉。长白山的海拔不算特别高，它的主峰白头峰也只有2700多米，但它却是中国东北非常有名和有地理意义的一座山脉。现在东北这边有名的4大水系全部都发源于长白山，包括松花江、鸭绿江、牡丹江和绥芬河都是从这里发源的。那我们今天要去的长白山景区它其实是有东西南北4个坡的，其中那个南坡只有夏季才开放，然后东坡是在朝鲜境内的，我们中国人是去不了的。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参观的，其实冬季的时候只有2个峰一个是就是北坡这边不叫峰叫坡，我们今天要去的就是北坡，还有一个西坡。西坡据说那个
要有很长段台阶要爬，比较考验体力，而且沿途的那个景点少一些，所以我们今天去的是长白山的北坡景区。那要去北坡景区呢，就要先到这个二道白河镇。那二道白河就是松花江的上源的那个，它是松花江源头的一个正源。松花江就发源于那个长白山天池嘛，然后它的上游这个正源就是二道白河。我们现在已经到这个镇上了，刚刚到。那这会儿我们要先去游客的集散中心去买票。现在距离集散中心还有3公里左右，已经进入这个二道白河镇了。这个地方它叫镇，但我感觉这个面积好大呀，跟一个县差不多了。我们昨天是住在了敦化市，离这儿150公里。其实大家完全可以考虑哈，住在二道白河镇，住在这儿离景区就几公里，非常近。而且很多的那个酒店和客栈，它还有车，可以把你送到景区大门口。请走右侧车道，即将右转。到喽，这咋收费的？收费停车场10块钱以内，25块钱。啊，说错了，10小时以内，10小时以内是25块钱。和狒狒刚刚进景区，就发现这边人山人海啊！现在才早上的9点，就已经这么多的游客了。就像狒狒说的，很多游客就住在二道白河镇，所以他们刚一起来就可以来景区玩。我们还得开，我们6点就起来了，3个小时的车过来。咱俩要住这儿可以睡到9点。对啊，当时还是不了解，觉得这个地方住宿贵，吃的不好，其实挺好的。没关系，我们就是帮大家打前站的哈。对，踩坑的。对。我和狒狒已经买过票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直接刷卡进哈，不用买票了，直接刷身份证就好了。哦。冷啊，长白山冷啊，在长白山脚下感觉跟哈尔滨一样冷啊。请各位游客正确佩戴口罩。欢迎来到长白山，请各位游客正确佩戴口罩。狒狒在车上睡了会儿，感冒了，然后长白山脚下又特别的冷，太冻了这边，我们没有见过风这么大、这么冷的景区。我现在往身上贴了好几个暖宝宝，前面一个，背上一个。你看这边啊，有租那个大衣的，好多游客来了，穿的少，不够。因为这边我们现在的海拔才几百，一会儿到山顶上都2000多了，而且主要是风大，那个风打在脸上跟刀割一样。衣服租一件多少钱？没问，我今天我看一下镜子，我得把这个绑上。好的。围巾戴上。这边有租羽绒服、外套的，还有租裤子的，还有租鞋的，都是50。很多人租了鞋之后呢，就把自己的鞋放这儿了，太冷了。我穿的这个虽然是板鞋，但穿的厚袜子，还带着暖足贴，应该不用。所以说他也不用，我们就上山了，准备就不租了。我们收拾好之后就准备上山了。狒狒跟我说了一下啊，上面其实不是很冷，零下就20-30度吧，但是那个衣服啊主要是防风用的。对，上面温度不算是那种特别低哈，但是20-30度也挺低，零下20-30度，但是就是风大。风大，这个地方要是里面外面羽绒服再套上一个防风的那种对夹克或者大冲锋衣就好了。那个挺暖和的。不过我们带了很多暖宝宝，够了，就不用了。还有人拿的护膝啊，我这个衣服倒是不用。他们那边都是租的护膝，有护膝，有那个防风衣，还有那个鞋，都是各50。会员组合票，全价组合票。大家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看起来急急忙忙的吗？因为长白山容易来，天池不容易来啊。长白山现在飞机、火车、自驾都可以，但是呢，长白山的天池每年中只有60到80天是可以看到的。而这会儿天气比较好，刚才这边工作人员说想去就抓紧时间，因为这边呢，就是你昨天能看到天池，今天就不一定。今天的10点能看到，11点就不一定，因为山顶的天气变化非常快。如果说下雪或者是风特别大的时候，就不让游客上去了。所以这会儿呢，大家看每个人都急急忙忙的坐车，火急火燎的，对，都想着上去能一睹长白山天池的
面貌啊，不知道跟我们上次去的新疆天然天池有什么区别哈？这车要坐多久啊？大约50分钟。50分钟啊？看上去要50分钟。对，我们现在已经坐在大巴车上了，跟大家聊一下长白山景区的门票哈。这边的门票价格是105块钱一个人，成人105，门票还好不贵。但是呢，我们要坐好几段的车，其中呢有一个接驳车35块钱，还有一个大巴车是85块钱，这样一个人就是225块钱。但是呢，这个是不包括去天池的那段车费的，因为天池就不是每天都能去的嘛，所以这个钱就不包括在大门票里面。如果像今天天气晴，我们可以去天池，到了跟前我们再交个80块钱的去天池的车费，所以整个算下来一个人就是305块钱，还是蛮贵的啊！一家3口来又是1000块钱没了。现在我们坐的这个是第1段的车，这个车需要50分钟才能到终点。所以大家以后来长白山旅游的时候啊，一定要早起，一定要早起。这边冬天4点天黑，如果起得晚的话，光这些车坐到跟前还没有玩，一天就过去了。哇，今天天气不错，刚问我们这个司机师傅，他说可以去天池。哇，还行。说的是此时此刻可以，下午不好说哦。对。我们坐了50分钟的车，终于下来了。司机大哥说现在天气还可以，让我们赶紧上天池去看看去，现在要买票去了。对，这边是去天池的一个换乘中心。我们要去前面买一下，好像是那种小巴或者越野车。越野车好像是。听说一个人80，我们去看看。赶紧买哈，赶紧上。哇塞，那个山顶又有雾了，现在你看。我们得赶紧上，是吧？对。它一会儿又变化，但是它有时候就是有雾的时候，你在这儿等半小时，它又好了，是不好说这个。感觉上的山顶真是，哦，好滑，好滑，好滑。文刀差点滑倒，走这儿，走雪上面不滑。对。哎呀，风很大，很冷啊。太冷了。这边主峰是还可以包车的，然后那边就是乘车入口。哇，现在是雪刮着。2张。大家看长白山。好。这方向刮来好多雪，都这边的积雪，风一吹，哗哗哗的朝我脸就扑过来了，特别的酸爽。天哪，风吹雪，这个眼睛都睁不开。对，我刚拍那边，就是眼线全是白白的。我已经买好了，这个是一个人80块钱主峰的车票，我们现在就上那个天池的主峰，对，大概20分钟左右。哦，看看咱们坐啥车呢？哦，他这也要排队去坐，乘车入口。走吧，走，我走你前头。好，慢点啊。好，我们现在乘车去天池了。哇，来东北感觉每个景区都是看了好多年，从小看到大，第一次来啊。因为咱们以前就没玩过东北啊。对，而且来这儿一次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哈。对。冷不冷？贴点暖宝宝还暖和吗？还可以，这暖宝宝还是挺神气的，整个前胸后背都是热的。我这儿还有，就是这个羽绒服不太防风，不知道到了那个山顶会怎样。风挺大哈。呼呼的。今天我比较失误的是没有戴墨镜。对。那个上面海拔比较高，太阳特别刺眼。是。主要是太阳打在雪地上，眼睛就特别的疼，雪盲那种。对，雪盲症，看哪儿都看不清楚。哎呦，好多那个越野车啊！越野车。看到越野车就意味着往前面的路不是太好走。天哪，人也太多了。
哎，有时候感觉逛景区可累了啊，一直在排队坐车，排队坐车。我感觉来这个景区的女孩多呀，哈。文涛跟我分析的是，中国整个的旅游里面都是女的多，男的都在忙着挣钱。对，退休了当然不分男女了，主要就是年轻人里面，女孩出来旅游的多。我们一会儿坐前面那种 SUV 上山，那种有猎豹，还有汉兰达什么的，挺多的。所以说上去一趟17分钟，哎，就这个猎豹。哎，这个怎么不拉人了？都拉呢。都拉呢，排队呢。都拉呢。我们排队排了1个小时接近哈。所以这个景区大家以后来，尤其是冬季，一定要早，对，不然到4点天黑的时候还没玩个啥的。哦，到我们了，我坐前面了啊。好的。终于要上山了，激动吗？激动啊！这天池我这次来都没有抱太大希望，没想到这么幸运啊！是的。哇，太高兴了！哇，大哥，我听说这个天池是不是1年只能有1/3的时间能看着啊？啊，也许还不到。那我们太幸运了，我们第一次来呀。第一次来。第一次来。昨天和今天开的。就昨天和今天啊！哇，太幸运了。前几天都不好见。哦。走，脸疼。我们刚刚从车下面下来，这边的风太大了，太大了，这是我见过的风最大的一个景区。脸疼啊！这个雪打在脸上特别疼。对，我现在只能倒着走。哇塞，走不动，风太大了，风太大了。长白山顶真的是脸太冷了，我现在这个脸都冻住了。感觉在这边待一会儿人就要失温了。天哪，得这样走。哦，你也倒着走，你倒着走。哦，风太大了，真的好，每个人都是背着走的，因为实在是走不了。天哪，上来就是山顶了，还要上去啊！妈呀！啊，这边真的是我们见过自然环境最恶劣的一个地方了，比珠峰那边风还要大。勤消毒。太冷了，太冷了！哇塞，山上那个雪，走路感觉要被风吹着走。哎呀，刚才那一阵子太难受了，现在走到这个位置，风稍微小了一点点。对。哦，还是很大，又吹着我走了。因为这边有个房子帮我们挡着呢，游客服务中心，帮我们挡一下，稍微能走2步了，在那边走都走不动。哎呦！滑倒了，小心点！哦，千万别滑倒啊，注意安全，那滑倒疼得很。这里基本上就是长白山的主峰了，这个位置海拔比较高。这边有多冷啊！我们的 GoPro 防寒电池都冻得一直在死机。哦，看，天哪！啊！美是很美，但这个环境太恶劣了。每一个想来拍美照的女生，愿望都要落空了。哦，哇，走都走不动了。我帽子都吹跑了。哦，每个人都走不动，看着雪。小心脚下。看每一个游客都裹着，跟熊一样，脸也裹着。我的脸都是敞开的。风的时候挺好的啊。前面应该可以看湖了，就前面那个栈道那边。妈，这么多人，感觉好容易把人掉下去。前2天不是不能看吗？估计很多人等到天气转好。对，天池的门票是管3天的，好多人，连着来2天看不着，都攒到今天来了。是的。看不着啊！哎呦，又滑倒一个。哇！小心啊，太滑。天池。
天池，终于到天池了。看不着啊。天池在哪儿啊？其实能看到下面那点儿白白的，结冰了，现在都结冰了哈。对，感觉跟仙宫一样，天池。哎，干嘛？我们现在终于到天池的旁边了，因为现在是冬天嘛，所以这边的整个都被冰雪覆盖着，旁边的山都看不到了，还有远处那些雾气，哇，上头云，一直都是风，这边的风特别的大，都刮着雪过来。哎，这会儿散掉一点点，可以看到湖的轮廓了。对的，能看到一点点，来给你拍张照。我们现在在天池的旁边哈，虽然这会儿云雾有点大，而且风也超大，刮在脸上跟刀割一样，但我觉得今天呢，我们还是足够的幸运，因为听当地人说哈，这个天池每年只有60到80天才能够看得到，其他时间经常被云雾笼罩，而且山上经常下雨下雪。就我们现在站的这个观景台，这儿都到不了。有很多游客在山底下那个镇子上住了好几天，就为了等天气好上山来一睹天池的风采。刚刚听景区的人说哈，最近这段时间天池只有昨天和今天是开放的，是能看的，其他时间都看不到。你觉得我们太幸运了。有一种，风太大了。有一种说法啊，说的是如果能够幸运的看到长白山天池，会给所有的观看者带来整整1年的好运。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这个视频的所有朋友、所有观众都能够拥有接下来1整年的好运气。借天池的美景献给大家。哇，这边的风真的太大了，雪也太大了。超大，长白山天池真的特别的美。我在想在这儿露营一晚什么感受？这边就是栈道，大家在这边沿着这个栈道一圈，下面的路特别的陡峭，看下雪，从那边现在就可以下到湖底。天哪，哇，太美了！后面的路就是我们刚刚上来了哇！我在那个越野车的第2排坐着，司机一直让哐哐哐，然后我们后面3个人来回，先是他挤我，再是我挤他，一直在来回的摆动。哎呀，其实我们这会儿已经冷的脸都要僵住了，但我觉得来一次天池真是太难了，能看到天池更是幸运。其实呢，这个天池哈，并不是很大的这个水域面积，大概是一个4.4乘3.4公里这样一块面积啊，而且其中这个水域并不是我们中国独有的。这个长白山的天池是中国和朝鲜的一个界湖，2个国家各自都拥有一部分的水域。长白山天池的成因哈，是因为火山的喷发而形成的，它是一座火山口。但长白山天池这里是一个休眠火山，在最近这些年都处于一个沉寂的状态。在清朝的光绪年间哈，这里还曾经有过一次比较大规模的喷发。这个天池的水的深度也是比较深的哈，它的平均深度都有200多米，大部分在200-300米，最深的地方将近400米。虽然说我们现在从这个角度看到这个天池的水域不是很大，但实际上从长白山景区的西坡上来，在那边也能看到就比这个视角更好、更辽阔的水域。但是大部分游客跟我们一样，还是从北坡上来的，因为北坡这边比较成熟，全程都是有车坐的。不像西坡有很高的台阶要走。哇，这会儿这个云雾散开了一些哈，看这个天池又更清楚了。现在整个天池都处于冰封的状态。我们现在站在天池边哈，往那个方向去看，那边就是朝鲜。这整个水域面积，我们可能只占这一侧大概不到一半，1/3的地方。然后那一侧整个都是归朝鲜的。哎呀，好近啊！我们现在站在这儿都能看到对面国家的山了。这是个回头路吗？还是说这边特别的冷？我刚站那边，小心！给佩佩拍了会儿，我脚都感觉快冻着了。天哪！哎呦，小心小心！太冷了，太冷了。这个一会儿下去是原路是吧？是的。哦。拍到上面的哇！我拍你。哇，真的太冷了，涛哥！我现在这个围巾上，你看。我哈出的气又结成冰块了，这儿。是的。哎呀，走吧，咱们不行就下山吧。我们在上面待了大概10多分钟，拍拍照什么的。这会儿已经。哇，这会儿感觉脸整个被
被刀在割，我眼睛都睁不开了，太冷了。走吧，下去吧。好，太冷了。哇，这是我见过了最冷的地方了，太冷了，这边太冷了。我们的麦克风已经冻没电了，还有那个 GoPro 也冻死机了好几次。上面是我们到过的基本最冷的地方了，上面感觉有个零下30-40度都有了，太冷了。走吧，走吧。天池又被云遮住了，我们运气挺好的，看完就遮住了。走吧。我实在是拍不下去了。手机我现在是裸手控制，感觉手都快废了。大家看，我的 GoPro 已经冻死机了，上面都是霜。天哪！哇，这边的环境真的是太恶劣了，手拿手机都拿不住，太冷了。我们刚刚进这个游客服务中心歇一下，我们的那个无线麦克风都已经冻没电了。能看到我的鼻涕吗？能看到。哇塞，我这脸冻得跟那啥一样，光头强一样，整个红掉了。对，完了，毁容了，本来就丑。我刚才给我冻得脸疼，我只能拿手套把我脸捂着，你知道吗？实在是太难受了。现在文涛的鼻子还有嘴巴这块全是发黑了，冻得发黑了已经。然后我这个手已经僵掉了，我戴的手套僵掉了，太冷了。我们的那个麦克风刚才还有电，还有70-80%呢，一下子冻没电了。啊！我鼻孔里面有冰渣渣，呼吸都不畅了，鼻子结冰了。这边现在好多人在这儿休息，这是一个山顶的游客服务中心，然后里面好多人在这儿吃泡面，还有烤肠。这边东西又比较贵了，像那个烤肠，普通的3块钱那种小迷你那种小只，这儿卖10块。泡面我没问，但是咋说呢，有口热乎的也不错了啊。我们完成了长白山天池的观天池之旅，现在准备走了，在这边。我们愉快的长白山天池之旅结束了，哇，地超滑，慢点慢点。现在要坐车下去了是吧？不，我们现在只看了一个大天池，还有其他3个景点，分别叫小天池、瀑布，还有那个地下森林。去往天池的游客，请坐车去瀑布、小天池、绿渊潭、地下森林。有下山不玩的游客，也坐车到绿渊潭或。上面还有火田。我们现在准备去第2个景点了，这个给大家介绍叫什么名字？叫做瀑布。冬天呢去主要是看那个冰瀑，全部冻起来的冰瀑。这边好像说是下完车还要步行走一段，也可以选择坐那个雪地摩托，应该几分钟就能到，但是比较贵，2个人140，一个人70好像。我们就跟大家一起走过去吧。现在我们站的这个地方超级美，我刚刚下来看到好多人在上面拍照，还不知道在拍啥，来了一看才知道，哇，真的跟那个童话世界一样。大家看这边，长长的小溪、小河。其实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气温非常的低，大概在零下15度左右。看我的手已经不太灵活了，所有的地方都结冰，但是这个河水是温泉水。长白山这个是因为火山喷发的原因形成的，所以这边有很多的天然温泉，还有人在户外泡温泉，超舒服。这边有温泉啊，费个奖金洗个手，你要求有点难。还在冒泡泡，感觉好暖和。往返的一共70啊，成都雪地摩托车。雪地摩托车往返70，含保险。哎呀，我的熊掉了，谢谢。断了。熊断了，放我包里吧。你扔到我外面就行了。我的废熊。狒狒的熊掉。我们现在在往瀑布的方向走，
一路上啊都烟雾缭绕的，这边到处都是地热温泉。你看这个场景，特别像《冰与火的世界》，水里面流的是热热的温泉水，两岸全是厚厚的冰层。就像《倚天屠龙记》里面的冰火岛。哎，真的啊，是有点像。咱们再往前走走，据说就是当年拍摄《雪山飞狐》的地方了。对。哇，长白山这边的地热好丰富啊！我们现在站的这个位置，扑面而来全是热气。现在呢，下面那些泉水啊，一道一道的都是热水。旁边的这个岸边岩壁上，这个颜色的就是硫磺，全都是当年跟随火山喷发一起出来的，形成在这个位置了。哇，感觉特别的热气蒸腾，像仙境一样哈。好像那种大澡堂子呀。对，整个像天然大澡堂，整个就像一个大的桑拿。我们那个冰瀑还没有看到呢，但是这一块景色看到已经感觉很知足了，超美。对，我觉得这块可以用来拍很多很多的电视剧啊，玄幻的那种感觉。武侠剧超美啊，这边。哇塞，哎，眼前这个有树，这个特别像水墨画。长白山真的好美，我不得不说，虽然自然环境是很恶劣，冷啊，但景色真的超美。我们走了大概半个小时，终于走到了大瀑布这里。后面就是，但是我们离的位置比较远，这里是游客能到的最远地方了，所以看起来就是有点小那个瀑布。这个瀑布的水就是来自于长白山天池，天池在这个位置打开了一个缺口，大量的水从这里倾泻而下，形成了瀑布。而这个瀑布流下来之后呢，就是我们现在脚下的这条小河，这个就是二道白河。这条河呢，继续的往远方流，在不远的位置，它就变成了松花江。其实呢，在东北这里哈，主要的4个大的水系都是发源于长白山天池这里的。包括像松花江、图们江、鸭绿江以及绥芬河这4大水系都是从长白山发源的。这个冰瀑其实还不太容易看见，有太阳的时候才能看得比较明显。对，比如是那个雾气和雪比较重的时候啊，看不清楚。而且山里面这个天黑的特别早，现在其实才不到2点，中午不到2点，但是太阳已经到山的背后去了，所以显得我们这块特别黑。哇！这个风吹雪也很大，这块你会发现超冷，离天池最近的地方哈都超冷，感觉像个大冰块一样。走吧，脸打得疼，咱走吧。这边楼梯感觉整个被冰冻住了，狒狒瑟瑟发抖，下不下来。怎么了？不敢下吗？有点滑呀。这边有工作人员不停地在铲雪，这边不铲的话马上就冻住了，应该路面。天空不停地在飘雪。别往下发了雪了，来，别整了，那小朋友。都不敢下啊，每个人都贴着边走。看狒狒那边排了一排的人，慢点儿，这块也特别滑。你刚忘跟你说了慢点儿，不听话。我总结了一下经验啊，不要这样子走，重心这样猫着腰走就不会滑。我们又来到这个集散地了。哎，这儿没人了，正好。狒狒打单锅买好吃的，温泉鸡蛋。长白山温泉鸡蛋10元一袋，1袋3个，温泉玉米5元。老板，鸭蛋5元一个。哦，玉米咋卖的？5块。5块。鸡蛋呢10元3个。拿10块钱的呗。对。鸡蛋。给我看支付完成。先付款，先付款，好嘞。这啥味儿的哥？这块人参奶茶。哦，人参味儿啊。哦，人参奶茶听说过了。这都是温泉哈。炒地瓜10元一个，网红人参奶茶。大哥，这温泉水大概有多少度呀？83度。83度。那这鸡蛋能熟吗？能。OK。好了，我们的蛋来了。蛋来了。在哪儿吃？哇，你看那里面还热的露露。和旺仔牛奶哈，走，啥都有，这是冻梨哈，冰糖葫芦，奶茶。
咱们去服务区吃长白山好温泉3个温泉煮鸡蛋，服务区在哪儿？就那个房子。元1个。好的，这是我这辈子到过最冷的地方了，我不骗你，虽然温度只有不到30度哈。可是我们过段时间还要去漠河和根河，你怎么办？好吧，这边的风太大了，长白山顶，哇，太阳出来了，超美啊！哇，太阳出来了，好看哈、太阳出来是最美的时候了。我们吃哎，那个你不是要吃关东煮吗？关东煮多要不要？少钱？不知道。老板，关东煮多少钱？关东煮咋卖的10块钱一杯，一杯有8、9个呀。 ？10块钱一杯，给你来一杯吧。拿一杯吧。来一杯吧。老板这边最冷能有多少度啊零下42， ？42。天零哪！下42，我的天哪！现在也零下20多了。啊，现在也冷。给点汤呗，老板。先吃差不多了，行我再给你搁盛汤。汤哈，好好，好谢谢。这是冰糖葫芦黄瓜。对呀，东北这边的冰糖葫芦品种特别多，还有辣条，辣条都可以。万物皆可冰糖。万物皆可冰糖葫芦。慧慧，看这个蛋怎么样？是不是糖心儿呢？我怀疑它没熟，我看那个温泉，哦，天哪，怎么了？生的感觉是，半个都没了，你看。对，那个没煮熟啊。它这个水温度还是低哈，跟西藏一样，西藏那边水的度很低，对，蛋都是糖心儿的。是的。不过还挺好的，QQ 弹弹跟果冻一样。好，它这个蛋清基本凝固了，蛋黄感觉不太行。说的我越来越不想吃了。给这个给你吃，哦，谢谢费总。尝尝是不是哇，糖心儿的？真的是软的呀，感觉跟果冻一样。你说对了，是吧？跟吃一个吧果冻一样。。糖心不？不糖，心不糖，但是那个蛋清感有点糖。就是比较的那个软嫩一点，是吧？我不吃啊。我也不吃了，剩下2个我们带回去晚上吃，因为这边太冷了。我刚刚买的鸡蛋是热的，拿到这儿走了大概半分钟吧，它整个就冰掉了。我们晚上找一个地方把它放到这汤里吃哈。现在吃点这个吧。哇，关东煮啊！牙酸，我刚刚牙上都是冰渣子，突然吃点热的，牙好酸。人间美味，零下20多度的天里吃这种冒热气的东西太幸福了。终于暖和一口了。关东煮的汤在这种地方真的是舒服多了美味啊，是吧？对，我刚才说是谁要是吃完方便面了，汤喝不完了，给我喝点也行啊。好吧。开个玩笑，我们现在下山吧。哇，天气冷的时候啊，这个热水都能带给人能量对， ，energy。我现在回忆起来，看别人露营的时候喝碗热水那感觉啊，满足感，真的真实的。我以前都觉得喝个热水的这么高兴吗？小心呢，小心。现在转乘去第3个点，小天池。这边没。这就是我们第3个景区了，小天池。和狒狒去前面找一找天池在哪儿。据说这个小天池啊，就是雪山飞狐的取景地。看这个白雪，还有这个树林，还有这个河水，已经有雪山飞狐的感觉了。本来以为小天池就跟电视里面一样。我们沿着这个过来了，哎，这鸭子从哪看到一个药王庙，真的有雪山飞狐的感觉了。我也雪山飞狐里面想拍一个狐翡，这就是在药王谷找到的陈灵素啊。我们本来以为小天池就跟雪山飞狐电视里面一样，在雪山之下有个瀑布，特别好看的那种景色。其实不是，原来我们眼前这就是小天池。对，但是雪山飞狐取景的时候不止在这一个地方呀。对他所说的小天池可能是其他地方的。哦，这个地方只是名字叫小天池，然后那个瀑布那边都取过景，这一块对。，瀑布那块是取过，我记得那点儿，特别美。这个现在已经到头了，是吧？对，不让游客走了。那好吧，那今天这个景点就此别过。对，大家要是时间紧的话，可以不用来这个，这是我们的建议啊。我们帮大家这次就是踩坑来的。对，我们也第一次来嘛，这次就是一个游客的视角，
看看长白山哪里好玩，哪里最美。但是这个是冬天的场景，我觉得夏天的时候，如果说那个水是那种碧绿的，周围又是一圈的白桦林啊，应该也很好看。我们刚刚离开了小天池，到了下一个景区叫绿渊潭，是遥控器，这个感觉比挺好的。那个小天池还要美一些。那个小天池这块冻硬了哈，绿渊潭这块这里好看呀，对，还挺漂亮的。对，而且那边有一个大瀑布，瀑布旁边的那些，就瀑布只有窄窄的一点点了，旁边的水全都冻成大的冰柱了。是的，我觉得这好看啊，比那个小天池好看。现在是下午的3点半，天已经快要黑了。我们终于来到了长白山，这个北景区的最后一站啊，叫做地下森林。刚刚听景区工作人员介绍啊，说这个地下森林是整个长白山这个旅游区里面海拔最低的位置。这里面种着很多的树木啊，像有这个高耸入云的这个云杉，还有成片的白桦林啊，都在这儿。你看那边有些树木都倒下来了，因为雪积得太厚了，树都倒了。其实这个地方呢，冬天来就是看这些树上的落的雪的哈，但是现在树上面最顶上的那些雪啊，因为气温慢慢在回升，它都已经化掉了。其实我看别人的那个照片哈，这里夏天来特别美，夏天来的时候呢，整个就是绿意盎然的，而且从天池那种风超大、环境比较恶劣的情况下，突然下到这个位置，特别幽静的感觉啊。现在是下午的4点10分，我们终于下山了，又回到我们停车的这个集散中心。这会儿太阳正在落山，马上就要落到地平线的下面了。现在超级冷，我们准备开车。本来是计划在2道白河镇这里住一下，但是玩完景区出来，天还行，没有特别黑。我们现在出发去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首府延吉市，大概150公里，2个小时高速。走吧，出发了。